我听说这个是限量表哦。限量表啊，那他们只有推出限量3只，全球只限量3全球只只哦3只。哇，所以这个等于是限量中的限量。那这个表可以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吗？超过1000万，定价是960了。那现在这个在 auction house 大概一定更翻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rder of Taste， 我是遗忘。今天在我左手边的呢，是我一个好弟弟，叫 Costa。你好，你好，嗨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Costa。前一阵子啊，我去我的朋友的那个表店，就要出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，哎，怎么给我看到一个表上面还有这个巴黎铁塔跟凯旋门？那今年不是正好奥运在巴黎嘛？然后我就顺便问了一下，我说，哎 ，Costa， 这什么东西？他说，哦，姐，这个是伯爵表。那因为他知道平常呢，我除了这个我的肖邦之外呢，我什么都不太看的。就这2只表确实是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。后来一问才知道，我的妈呀，这2个表的收藏家居然是台湾人，而且是限量款的，居然表是00收藏号的。哎，那我就很好奇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 Costa 我的个好弟弟来帮我讲一下，到底上次我看到是这一只，对，这一只表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一个凯旋门跟巴黎铁塔在上面，还有巴黎的街景，好好看，而且它这个表面感觉起来不太一样哎。它是用珐琅绘制的，全部都是珐琅吗？全部都是珐琅，而且珐琅要高温大概700-800度去烧的。颜色的话是一层一层叠上去，再去彩绘上面的房子啊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上面这种云这种渐层的，它一层一层叠，都是彩绘。那万一我不小心烧坏了怎么办？重做，重做，全部重做啊！太夸张了吧！我从来不知道伯爵有做像这样的表，因为以前看伯爵都很多钻，所以其实伯爵走的是属于算是工艺表。除了有分工艺表，还有分什么？还有一种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劳力士啊，它是属于工具表。因为早期手表其实100多年前大家都有在戴手表了，那早期的手表都是没有防水，甚至是一撞就坏掉，或者是走时不准。那劳力士它就是为了这个部分去做他们的工具表，比如说现在的运动表啊，或者是比较绅士型的 Datejust，他们都是属于工具表，走时精准，然后又耐用、防水、防撞。你那天跟我说，你说劳力士以前最早开始生产是因为其实是给工人佩戴的啦，因为他们随时都要知道现在是几点嘛。那你说说看，劳力士的功能表跟伯爵的工艺表，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？最大的差别其实伯爵大家都是收藏居多，当然是平常佩戴也是可以。那就是比如说比较正装，但是他们也是有运动表。但是以运动表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劳力士会是比较多人佩戴，比较耐摔，对不对？真的非常耐用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客人，就是他应该是骑摩托车啦，然后摔车，然后表带就断掉了，断掉之后还被摩托车碾过去，他的镜面就破掉了，然后底盖的话是凹陷，手表完全不走。那我就好奇想办法把它，因为它已经变形，其实也不太好开就啦。死马当活马医。对，那我用一些特殊工具，最后把它打开。对，检查之后发现只有1个齿轮坏掉，但是你只要换成伯爵的话，就好几千万，再见拜拜。我也很好奇，它这一个好像是不是纽约的？纽约的街景是自由女神。自由女神跟那个帝国大厦。对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把这种街景放在上面。我听说这个是限量表哦。限量表啊，这2款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啦。那他们只有推出限量3只，全球只限量3只。全球只3只。对。所以限量通常编号都会写什么01、02、03嘛？对，它会刻在后面。那这个怎么是写00？00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其实他在制作这个腕表的时候，前面3个号码其实都被买走了啦。那这个客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这只手表，他就直接去到101专柜去做定制。跟他说我要客制化，但是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它的编号就是不会有第4只，它就是用00代表。哇，所以这个等于是限量中的限量。那这个表可以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吗？超过1000万，定价是960了。那现在这个在 auction house 大概一定更翻倍了，因为已经10几年了，应该难以估计了。我的天哪！那真的喜欢的人一定会用高价去收买。那这个也是限量表，也是限量，也是只有3只。这个又是00，也是00，所以这2个是同一个人收藏吗？对，同时间定的，而且居然都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台湾人。原来人家古时候说什么台湾人什么钱淹脚木，
是真的耶，已经验过101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我想知道你在买这些劳力士或买伯爵表的时候，有一些什么美感我们要注意的？这一些手表的话，其实伯爵大家以收藏居多啦。像这种手表，它一定是经不起碰撞，它碰撞之后掉漆，一定是只能回瑞士维修。那维修一定是超过1年，因为它要重新绘制，它不会说只修你部分。比如说你要卡贴很多钻表，像那种如果钻表坏掉怎么办？镶钻的手表摔坏的话，应该也是都回瑞士。表只是单纯是机芯故障的话，是我们这边台湾就是可以做维修。但是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客人，就是手表掉在地上，那整个就摔坏了，送回去原厂。对，原厂估他那只表记得定价应该70几万了。OK。但是我收到报价单的时候有点吓到。为什么？要价已经超过他原本的定价，要100多万。天哪！真的假的？那我就想知道，像我们一般修车，如果车子有出事故，就叫事故车，会影响它的价值。那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记录？其实不太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啦，因为就算是有记录，也只是比如说表厂或者是店家他们内部记录说今天修了什么东西，所以并不会影响它的。其实不会，除非你外观严重受损变形，那当然会影响到一点了。但是应该基本上都只是维修或者是使用了一段年限之后。回来这边保养，像这个表哈，这么的珍贵，我也很好奇啊。像我们一般收红酒，我们会买那个红酒柜，或者是现在有些人会租那个酒窖，直接把他们那种比较高级的红酒都放进去。那收藏这种这么顶级，是全世界只有一只，因为它是00哎，这个要放在哪？有收藏表有所谓的表柜，或者是表的什么专门场所吗？有些人会买一些比较奢华的表盒啦，具有那种防潮功能。台湾尤其台北闷热又潮湿，其实对手表来讲是比较不好。除非你的手表是完全防水，像这种珠宝表、工艺表，它就是比较防水作用就是没有那么的好，那就要去对，你有可能要放在防潮箱里面。我还有认识一个客人，就是他表已经多到他去买一个房子。真的假的？买了一个房子，为了收藏他的手表，因为他要搞一个手表的这个防潮室是吗？红酒来讲可能是酒窖啦，他的可能是手表柜。哦，我的天哪！那我想知道，如果收藏表像这种表，我常常带出去会影响它的价值吗？不会，戴这种手表的人，他的身份就算比较特殊了，常常佩戴其实不会影响他的价值。说真的，我那天看到这个表，我就立马本来已经要开车走人，我说Costa， 这什么东西？来说说看。那我也想知道，像这个是男表还是女表？其实手表现在都没有分男女表。真的因为我其实也正想讲，到底现在我们要，比如说我现在要收藏表哈，那收藏表是收藏男表比较保值呢，还是收藏女表比较保值？我们现在不要讲增值这一块啦，其实买手表其实都算保值。现在就是大家都炒作手表嘛，那当然就是以男表。现在为什么？男表又没有我们女表那么多钻。这个其实有点不公平。你看，像以棒姐皮肤这么白，这个是男表吗？这个其实是男表。以现在这个年代，女生佩戴，我觉得没有人会说不好看。好，谢谢，带走。谢谢。真的很好看呢。所以并没有说。其实现在没有分男女表的。我还以为一定是女表，因为女表钻比较多嘛。真的，这个表真的会让你一看就倾心，因为你是一个对它非常有印象，你完全不会忘记。那因为 Costa 玩表玩很多年，我相信这个表也是在你玩表的生涯当中很难忘的吧？这个算是非常特殊的。那说说看，你怎么接触表的世界啊？我听说这故事跟你爸爸有关呢。对啊，因为我爸就是小时候就是买一只手表犒赏我吧，那时候才小学4年级。对。当初小学生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我现在40几岁，当初小4的时候有手表戴算是蛮难得的一件事。是吗？比较普通的是卡西欧的手表。对 ，OK。但是以现在的流行度还算不错，因为是大表镜。卡西欧大家还是常戴啊，对啊，对。然后就是上了国高中之后，我就遗忘那只手表了。真的不走了。真的不走，因为坏掉，我没有换电池。它是，OK， 那怎么办？就一直放在抽屉里面了。对。直到有某一天，就是后来去学修理手表，好奇心想说，不然来修修看。就清洗了一番，换了新电池，又可以走了。居然，哇，好酷哦！所以这是一个陪了你20-30年的表，这样算应该超过30年。30年，哇！而且还是大表镜哦，现在最流行的大表镜。大表镜。原来这个表的故事可以陪伴你长长久久，那也是因为爸爸送你这个表，让你开始对这个表有一点难忘。那时候10几岁出来上班，那时候就是1年买一只犒赏自己。哇，那你差不多也开始买个房子了？可以买来放手表嘛？对，放手表。这样租的好了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今天 Costa 跟我们的分享，也谢谢他带来这2款这么厉害的收藏表。我相信你们在别的地方一定没有看过。这2个表加起来哈，如果是以现在 auction 的价值，我看
可能会要抵2个房子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台北是2个甚房子。至超所以真的喜欢的人应该会超。真的 ，Oh my god，看到就好喜欢，尤其今年这个巴黎表，没想到大表女孩子戴也这么好看，真想拥有。好，谢谢你，不客气谢谢你。不客气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品味之境，麻烦你帮我们分享给你很多的好朋友，然后不要忘记按赞并且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